如何能够计算出股票下跌的时间呢？今天就公布一个只需要3年级数学计算水平就可以掌握的时间预测模型，让你提前计算出股票下跌的具体时间。我是阿哲，每周分享股票知识，建议点赞加订阅，方便精彩内容持续观看。下面上干货。以纳斯达克指数为例，当你认真看完本视频，掌握了这个时间预测模型，你就可以通过前期波段上涨时间89天，预测出本轮下跌低点变盘时间将会在55个交易日后发生。那么上周的反弹行情，你就可以提前把握，避免踏空和后续追高了。听到这里，你肯定会认为阿哲是不是在马后炮？走过的行情怎么分析都是对的，谁不会呢？可是如果对于这个结论，阿哲通过时间预测模型是在之前得出的呢？国庆当天，阿哲通过波浪理论的时间模型，在粉丝专属的 TG 频道中就有对于下跌时间的分析结论，所以认真学习今天阿哲分享的时间预测模型，下次低点来临时，你也可以提前自己分析、自己预测，放马前炮了。关于这个时间预测模型，刚才其实也揭露了，它是与波浪理论密切相关的。波浪理论的市场循环周期是今天的重点，其中对于市场循环结构有几个比例关系，分别是1:1、5:3、21:13、89:55，其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之多，我们今天就不过多展开了，先对其中一部分进行简单理解。比如89:55可以理解为市场上涨了89天，那么对应的下跌时间则将是55天。注意，这只是一种使用方式的扩展，不代表原著作者本身观点。对此，我们可以得出下跌时间计算公式，这就是时间变盘的基数计算。我们用举例说明一下，时间基数的使用方式，先确定 A、B 的上涨时间为16天，这在实战中是已知数据。现在我们开始代入公式，计算下跌回调时间。那么 BC 的时间就应该是55乘16除88，得出 BC 时间为 9.9。一般我们4舍5入，也就是10天。那么下跌进行到第10天，我们就得密切关注了，随时会发生低点出现。这里提醒一句，低点时间到达后，下跌空间最好是不创前期新低。如果能够在 50% 内调整，则说明低点确立后，大概率会有足够的获利空间。我们再计算一次，确定新的 AB 上涨时间为22天，代入公式，则 BC 的下跌时间就应该为 13.6 天，也就是14天左右。不过这次你会发现有些不同，我们经常提及变盘点当天，如果创新低，则意见低点，创新高则意见高点，所以这个变盘点一般作为高点确认，但也确实在底部区域啊。那这在实战中该如何操作呢？这里会有2种应对方案。第一种就是专注于实际的交易操作，预测的偏差一般可以用操作技术来弥补。当价格达到变盘点后继续下跌，说明本次下跌超出了正常调整的时间范畴，也就是说它可能不是简单的调整，而是牛市反转，那么就要小心些了。我们可以用变盘时间 K 线区分行情强弱，在变盘点下方说明市场弱势，容易发生趋势改变，不要随便操作。而在变盘点 K 线之上，则说明市场风险较小，属于正常空间调整，可以选择买入操作。这就是用操作技术弥补预测偏差的一种方式。而第二种方案就是注重于预测，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时间基数扩张内容。我们以香港恒生指数为例，以2022年10月31日为 A 点，2023年1月27日为 B 点，可以得出 AB 波段上涨时间为59天。那么代入公式可以得出 BC 段时间为 36.5， 也就是说下跌应该是37天为变盘。本次计算精准预测了本轮下跌的一个低点时间，后续的反弹就可以被我们把握。那么当我们得到时间的基数之后，
其实你的时间预测只是刚刚开始，还并没有结束。现在我们将时间基数扩张，其实特别简单，只需要将时间基数对应斐波那契数列继续计算，就可以得出后续的时间变盘点，分别是45天、50天、55天、59天和65天。对应行情标注一下，下跌45天为回调低点，下跌50天和55天皆为上涨高点，而59天和65天则是下跌低点。这就是时间基数的扩张，而且远不止于此，你也可以继续的计算。现在请问，你知道纳斯达克指数下一个变盘点是什么时间吗？下跌时间预测模型你学会了吗？下一个低点变盘，希望你提前预知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